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聊美国银行玩卡必备4件套。美国银行4件套包括美国原生 IP 地址、美国实体手机卡、美国私人地址 ITN。 其实这个4件套是我自己起的一个名字，主要是方便大家理解。为什么说这4件套是玩美卡必备的呢？主要是因为这4件套分别关系到美国银行账户的前期开户和后期风控问题。其中美国实体手机卡、美国私人地址 ITN 是关于开户的，美国原生 IP 地址和美国手机卡主要是针对开户后期的风控问题。接下来就和大家展开聊一聊。首先从开户讲起，目前美国银行开户有2种方式，一种是自己 DIY 自己网申美国银行账户，另一种是通过代理渠道开户，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网申美国银行账户花费最少，具体要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每个资料需要花费多少钱，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但是网申的要求最高，不仅4件套缺一不可，还要求有一定的英语能力。关键是即使我们万事俱备，网申账户也不是100%可以通过的。比如我之前做的视频介绍过网申 Passbook 和 Stable 这2个美国的银行账户，还有申请 Capital One 信用卡。有小伙伴按照我的教程准备好了护照、美国手机号码、美国私人地址还有 ITN， 结果申请的结果是没有通过。然后就有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我是骗子了。我看到这些留言也只能呵呵了。这就像是你在中国网申信用卡一样，难道是可以100%通过的吗？肯定不是的吧。至于为什么网申不通过，原因有很多种，有可能是你网申的时候没有用美国的 IP， 有可能是你用了美国的 IP， 但是你的美国 IP 不是原生的，所以4件套中的美国原生 IP 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搞到美国的原生 IP 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个视频教程。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用了 Google Voice 等虚拟手机号码，虽然说 Stable 和 Passbook 银行都是支持的，但是可能审核员看到你留的电话号码是虚拟号码，就直接给你 pass 掉了。另外比如说 Capital One 网申只能用实体手机号码。另外有小伙伴反馈自己用的徕卡或者 No Rolling 有实体卡的怎么也不行。我这里说的实体手机号码指的是美国电信运营商发行的实体手机卡，比如 AT&T、T-Mobile 这些。虽然徕卡有实体卡，但是号码运营商是虚拟的，没有电信资质，是无法用来注册 Capital One 银行的。目前在国内能长期使用的，而且资费最低的美国实体手机卡，推荐我之前介绍过的月租3美元的 T-Mobile 手机卡，用来注册银行、TikTok、Telegram、WhatsApp、Facebook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也有可能是你填写的美国私人地址是商业地址，或者说这个地址之前是别人用过的，别人注册了银行，而美国私人地址是网申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个，或者你随便找一个美国的转运地址，肯定都是不能审核通过的。获取美国私人地址可以看这个视频教程。以上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说网申美国银行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运气的，运气好一把过，运气不好秒拒也是正常的。比如网上流传着很多教程，可以用 ITN 来开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还有 Discover 的支票账户，可是我去申请 Capital One 是秒拒， Discover 要求上传会计师面签的证明文件，我花钱找了会计师，拿到了面签证明文件，银行审核了2个礼拜，还是给我拒了。所以网申美国银行的关键是心态放平，多尝试，这个银行不行我们换一家。另外网申美国支票账户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税务身份，一般的美国银行都接受非美国人用护照开户，但前提是人要去柜台，而网申支票账户大部分银行要求是美国的税务居民，也就是 RA 身份。我们在网申支票账户填完所有的资料后，一般都会有一个选项问我们是不是 RA， 如果勾选 NRA 身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么申请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的。只有勾选 RA， 承认自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系统才可以继续申请。那么 RA 和 NRA 有什么区别呢？ RA 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金融资产的收入和利息税表是 W9，
税率是 30%， 而 NRA 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税表是 W8， 按照中美税务的优惠协定，可以免交资本利得税，只用交 10% 的利息或者股息分红税。所以说，如果你同时拥有美股的券商账户和美国的银行账户，那么就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券商一般我们肯定都会选 NRA， 税表是 W8， 因为这个税收优惠太多了。而如果我们网申银行支票账户冒用 RA 的身份，那么如果银行给我们发税表了，那么肯定就是 W9， 这就会造成我们税务身份的混乱，而且冒用 RA 身份会牵扯到美国的伪证罪，这也不是开玩笑的。RA 和 NRA 如何区分，大家可以看我这个视频。至于为什么 NRA 不能网申支票账户，却可以网申美国的信用卡账户，两者有什么区别，这方面可以聊得太多了。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过百，我就会考虑做一期相关的视频。当然，如果你说我不炒美股，或者说我这辈子肯定都不会去美国的，那你也可以考虑撸起袖子干起来。下面聊一聊代开美国银行账户为什么也需要4件套。首先，代开是不需要 ITN 和美国地址的，只要有护照有钱就可以开美国银行的支票账户。而玩美卡4件套对于代开账户最大意义就是使用中的风控问题。首先，所有新开户的美国银行账户都是建议用美国原生 IP 登录网银账户，因为非美国人的银行开户必须要去柜台开，而代办就是让你不用去柜台，银行经理给你操作开户。说白了，这其实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所以代开前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使用环境要模拟是在美国境内，一个美国的原生 IP 就会让银行系统看到你是在美国境内登录，否则就会发生你上午在美国银行的柜台开户，2个小时后就在中国登录网银了。目前的任何交通工具都做不到2个小时从美国到中国，在这个时候肯定会触发银行的审核系统。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小伙伴都买了 VPN 服务商提供了比如德国、英国、美国、新加坡、香港这些节点。如果说你开了美国的银行账户，千万不要用这种 VPN 来登录网银，因为这种 VPN 它不是原生的 IP， 它的 IP 地址是会乱跳的。比如说你这1分钟 IP 在纽约，可能下1分钟 IP 就会跳到洛杉矶，像这种闪电侠一样的移动速度也肯定会触发审核。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使用网银，最好是自己搭建的 VPN。搭建的方法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总花费1年也就100人民币左右。其次就是美国的实体手机号码也非常重要，虽然代开可以用像 Google Voice 这种虚拟号码，但是还是不建议这样操作。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像 BOE 美国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在登录网银的时候，如果说你的 IP 或者设备有变动，系统就会让你提供短信验证码。而像 Google Voice 这种虚拟号码是没有办法收到短信验证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的网银就没有办法登录了。虽然有的时候可以用邮箱验证码来代替短信验证码，但是有个别小伙伴碰到过无法用邮箱代替的情况。第二个原因是，如果说你因为操作不当导致银行账户被封控，就需要电话联系银行客服，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求你用银行预留的电话号码来联系客服的。如果说你预留的号码是虚拟号码，无法拨打银行电话，或者说你的虚拟号码被回收无法使用了，那么情况就非常尴尬了。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已经有了美国银行的账户，但是网银预留的是虚拟手机号码，那么也不用担心，因为美国不同的电信运营商之间转移号码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把银行预留的虚拟手机号码直接转移到美国的实体手机卡上，这样你的虚拟手机号码就会变成美国实体手机号码。转移成功之后，不仅可以收到银行的短信验证码，还可以用银行预留的号码给客服打电话解决风控问题。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看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觉得这也太麻烦了吧。其实很多我们国内使用银行账户的习惯在美国那边都是行不通的。比如最近国内马上要实行个人存取5万人民币现金就要申报，很多人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又是国家加强对个人的控制了。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于被迫害妄想症了。其实美国早就在这样做了，在美国只要存取现金近1万美元，都必须要向税务局提交文件申报资金来源。
另外，在国内我们通过网银转账基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几百万也是可以秒转秒到的。但是如果你这样使用美国的网银账户，那么账户早就被封控不知道多少次了。其实这些大家觉得麻烦的地方，也就是中美金融系统风控的区别所在。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毕竟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花了时间花了精力去开的美国银行账户，在使用1个月之后就被风控关掉。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上面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视频下面的留言，还有我电报群里面一些问题的总结。在此先感谢给我留言和提问的小伙伴。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邮件私信我，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